如果要找一个世界上最成功的娱乐产品，那么 GTA 系列一定是榜上有名。它是无数国内玩家单机游戏的启蒙之作，也是商业史上难以复制的奇迹。GTA 5收入突破100亿美元，打破6项吉尼斯世界纪录，更是让它的续作 GTA 6成为了全人类最期待的娱乐产品。油管上2个预告播放量加起来有4.1亿次播放，而这一切都源于一次意外的 bug。从罪恶都市到圣安地列斯，从 GTA 4到 GTA 5，近30年间，几乎每一部作品都在创造历史，却也被政客和主流媒体视为洪水猛兽。要想知道它是如何做到的，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990年代中期。时间来到1990年代的中期 ，DMA Design 工作室正陷入困境。他们的新项目 Race and Chase 的开发举步维艰。最初的设计理念是一款基于俯视角的赛车游戏，玩家将在游戏中扮演警察，在城市街道上追捕罪犯。但是游戏极其无聊，扮演警察循规蹈矩的追捕罪犯并没有带来预期上的快感，操控手感糟糕，且游戏频繁崩溃，项目甚至一度面临取消。然而在一次测试中，程序代码中的一个 bug 导致警车失去了正常的逻辑，他们不再按照预定程序试图拦截玩家，而是变得异常狂暴，不顾一切的直接冲向玩家的车辆。这种疯狂的冲撞导致了混乱的高速碰撞和连环车祸。测试员们惊喜地发现，这种失控的混乱比原本赛车的玩法有趣得多。与其扮演追逐罪犯的警察，不如扮演被警察追逐的罪犯。团队决定保留这种高强度的追逐体验，并将游戏的核心从扮演警察反转为扮演罪犯。于是 Race and Chase 被废弃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取自美国法律中窃车重罪之名的游戏 Grand Theft Auto 侠盗猎车手。整个游戏都是在混乱中寻找乐趣。在1997年游戏即将发售之际， DMA 意识到这款充满暴力、抢劫和反社会元素的游戏必然会引起争议。与其被动地等待媒体的口诛笔伐，他们决定主动出击。他们聘请了著名的英国公关大师马克思·克利福德。克利福德以操纵小报新闻和制造名人丑闻而闻名，他深知坏名声也是名声的道理。于是，克利福德并没有试图淡化游戏中的暴力内容，反而故意向保守派政治家和媒体泄露关于游戏美化肇事逃逸、武力刑警的夸张细节。这一策略极其奏效，英国上议院甚至在游戏发售前就开始讨论其危害性。有议员在议会辩论中质询该游戏对青少年的影响。媒体的头条充斥着诸如美化暴徒的犯罪电脑游戏之类的标题。对于这些欧美青少年来说，没有什么比大人们讨厌的东西更加吸引人。甚至在有些地区，由于游戏内容过于符合当地治安现状，一度禁止了游戏的销售。1997年12月 GTA 初代正式发售，其前所未有的自由度和玩法吸引了大量玩家。游戏确立了3大城市的基本架构，以纽约为原型的自由城，以旧金山为原型的圣安地列斯，以及以迈阿密为原型的罪恶都市。这3座城市将在未来的20几年里陪伴着无数玩家。仅仅过了2年，1999年 GTA 2问世。虽然这部作品在画面形式上依然沿用了2D 俯视角，但在叙事和设定上却进行了一次大胆的尝试。游戏的背景并未设定在以现实为背景的城市，而是一座名为 Anywhere City 的复古未来主义都市。当然，豪瑟也在这一座正式确立了其作为主编剧的核心地位。本作的口碑2极分化，但在商业上依然取得了成功。英国 PC 版销量超过10万份 ，PS 版超过30万份。当所有人都觉得 GTA 系列可能就到这了，不会再有更大的进步时，2年之后，一部改变游戏历史的作品即将面世。进入21世纪，游戏产业正经历着从2D 到3D 的技术革命 ，GTA 系列也迎来了决定性的转变，推出了全新的作品，那就是 GTA 3。在吸取 GTA 2的教训后，阿星意识到玩家更喜欢在以现实为原型的城市中搞破坏，于是2001年，《侠盗猎车手3》把故事设定在了以纽约为原型的自由城，向世人展现了一个全新的游戏类型——现代开放世界游戏。当时的超级马里奥64和塞尔达传说是之一，对 R 星的开发者们构建 3D 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这2部作品为 R 星如何处理庞大的自由城提供了参考对象。和老任不同的是，R 星将这种自由探索搬到了肮脏、黑暗的现代都市。GTA 3的主角小哑巴克劳德全程没有一句台词，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技术和资源限制。2001
2001年时，在一个开放世界游戏中实现全语音 NPC 和主角对话是一项巨大的工程。为了节省资源，解决其他技术难题，开发团队决定让主角保持沉默。这在当时也被认为有助于玩家将自己带入角色。这种设计上的妥协，最终却成为了克劳德独特的人库杀手气质的来源。随着游戏变得更加逼真，围绕它的争议也越来越大。2003年，美国田纳西州的巴克纳兄弟手持步枪向高速公路上的车辆射击，导致1人死亡，1人重伤。而被捕后，这2名少年声称他们是在模仿 GTA 3中的行为。受害者家属随即起诉了索尼、沃尔玛、华西以及其母公司 Take-Two， 索赔金额高达2.46亿美元。这起案件成为了当时反暴力游戏运动的核心。虽然法院最终因为证据不足驳回了起诉，但这并未平息公众的怒火。激进的律师杰克·汤普森借此机会登上了历史舞台。他在随后的数年里成为了 R 星最顽固的死敌，不断发起诉讼，试图封杀 GTA 系列。尽管有如此多的争议， GTA 3仍然取得了惊人的成就。2001年最畅销的游戏，累计销售超过1450万份，还被评为史上最伟大的游戏之一。而接下来的这部作品是无数国内玩家的单机游戏启蒙。罪恶都市的发布再次震惊业界。游戏设定在1986年以迈阿密为原型的城市，游戏主角汤米是一个溶于水的刚从监狱释放的黑手党成员，被派往执行毒品交易任务。在经历合作、交易、背叛之后，一步一步成为城市老大的故事。游戏将迈阿密80年代的城市风格灌注到每一个角落，从霓虹灯闪烁的街道到标志性的棕榈树，从复古跑车到流行文化。这是电子游戏与文化风格的完美融合，这也是大机军接触的第一款开放世界游戏。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有一个飞机送炸弹的任务，堪称童年噩梦。大机军小时候这一关死活都过不去，最后是求我老爹帮我过的。回到正题，罪恶都市在音乐、游戏性、剧情还有开放世界设计方面都获得了玩家们的广泛好评，但也因暴力和种族群体描绘而引发争议。游戏的销量达到了惊人的1750万份，收入约5亿美元，成为 PS2 平台上第2畅销的游戏。那么 PS2 最畅销游戏的第1名是谁呢？Shit, here we go again. GTA 圣安地列斯将 GTA 系列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。游戏设定在以洛杉矶、旧金山和拉斯维加斯为原型的圣安地列斯州，讲述了会游泳的主角 CJ 从监狱释放后回到家乡洛杉矶，在腐败警察和敌对帮派的威胁下，寻找母亲被谋杀的真相，一步步从一个小人物成长为帮派老大的故事。本作的剧情深受90年代初洛杉矶真实事件的影响，特别是1992年的洛杉矶大骚乱。游戏中的组织 CRASH 以及其领导人坦彭尼警官，直接影射了洛杉矶警察局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兰伯特丑闻。在现实中， CRASH 反黑组被揭露广泛参与栽赃陷害、无端枪击、贩毒和伪证等犯罪活动。游戏中的坦彭尼警官几乎就是现实中腐败警官的艺术化身。俗话说得好，艺术来源于生活。圣安地列斯在各个方面也都实现了巨大的飞跃。游戏地图规模是前作的数倍，包含3个主要城市和广阔的乡村地区，玩家可以在这之间自由探索。游戏还引入了角色成长系统， CJ 可以通过锻炼和饮食来改变外观，能和其他异性进行交往。销量方面，圣安地列斯创造了系列新的纪录，全球销量达到了惊人的2750万份，收入约8.5亿美元，是2004年电子游戏产业最畅销的作品。媒体评价同样出色， MC 评分达到了95分。然而，圣安地列斯也引发了 GTA 系列历史上最严重的争议——热咖啡事件。2005年，玩家在解包游戏时发现了一个含有明显性内容的隐藏小游戏。虽然 R 星在发布前屏蔽了该内容，但相关代码仍然残留在光盘中。通过修改程序，玩家可以解锁这个原本被删减的互动小游戏。这一发现引发了轩然大波。ESRB 将游戏评级从 M 改为 AO， 导致沃尔玛等大型零售商将游戏下架。R 星的母公司 Take-Two
因此面临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调查和股东的集体诉讼。最终，这一事件导致了 Take-Two 付出了约2450万美元的召回成本和法律和解费。经历了热咖啡事件的洗礼，进入高清世代的 R 星变得更加成熟，也更加阴郁。2008年4月29日 GTA 4在 PS3 和 Xbox 360平台同步发售，标志着 GTA 系列进入了高清时代。游戏主角尼克是一名来自东欧的前南斯拉夫内战老兵，为了逃避过去，实现美国梦而来到自由城。然而，当他抵达自由城后，很快发现表哥罗曼关于成功的描述都是谎言。罗曼只拥有一间小公寓，一个出租车行，还背负着巨额赌债。与前作相比，游戏的基调更加严肃，探讨了移民、贫困、背叛、复仇等深刻主题。尼克试图寻求自由和财富，却很快意识到这些理想对他来说无法触及，只有犯罪才能让他在社会上立足。GTA 4采用了全新的锐炬引擎，实现了更加真实的物理效果、动态天气系统、昼夜循环等。游戏的画面质量、音效设计、NPC 行为 AI 都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，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真实感。华星为了复刻真实的纽约，拍摄了超过10万张照片，力求每一个街角、每一束光线都真实可信。GTA 4也成为了系列中最具文学性和沉重感的一部作品。GTA 4在商业和艺术上都取得巨大成功，媒体评价达到了系列新高度 ，MC 评分高达98分，被评为2008年 PS3 和 Xbox 360双平台的年度游戏。同时在销量方面，24小时售出360万份，收入3.1亿美元，直接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，一举超过了3部作品，分别是单日收入最高的游戏《光环3》的1.7亿美元，单日收入最高的电影《蜘蛛侠3》的6000万美元，单日收入最高的书籍《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》的2.2亿美元。因此 GTA 4被冠以单日最高收入的视频游戏和单日最高收入的娱乐产品2个头衔，全球销量高达2500万份，收入约12亿美元，而这些纪录将在5年后被自己打破。2013年 GTA 5横空出世，成为史上最成功的娱乐产品之一。与前作过于沉重的风格不同， GTA 5回归了荒诞和讽刺现实社会的风格，并引入了3主角系统。当豪瑟曾在采访中说道，这3个角色分别代表了不同的人格，麦克代表自我，试图在犯罪与家庭间寻找平衡；富兰克林代表超我，充满野心并试图向上爬；而崔佛则是完全的本我，代表了纯粹的欲望、混乱和暴力。这种设计不仅解决了开放世界叙事的节奏问题，也让玩家能够从不同的视角体验洛杉矶的生活。GTA 5的开发成本达到了2.5亿美元，成为当时开发成本最高的游戏。游戏在多个方面实现了突破，更大的开放世界比 GTA 4大了4倍，更复杂的角色关系，更深入的经济系统，更丰富的支线活动，加入了更多的载具、房产，还有线上模式。而 GTA 5的商业表现只能用恐怖2个字来形容。游戏发售24小时内销售额高达 8.15 亿美元，售出1121万份，3天内突破10亿美元，一举打破了包括24小时收入最高的娱乐产品在内的6项吉尼斯世界纪录。截至2024年，该游戏的累计总收入已超过95亿美元，总销量接近 2.15 亿份，成为史上第2畅销的电子游戏。顺带一提，第一是我的世界。GTA 系列为何如此吸引我？也许是因为 GTA 让我做了一个这辈子都无法实现的梦，拥有豪宅、超跑、私人飞机和游艇。同时它也像是一面镜子，映照出了我内心深处最复杂的模样。它用荒诞的暴力解构了最严肃的现实，它让我在扮演恶棍的同时看清了这个世界的美好。崔佛是那个撕下社会伪装，释放纯粹欲望与疯狂的自我。麦克是那个看似拥有了一切，却在家庭琐事与中年危机中不得不向现实低头，在生活中左右逢源的自己。而小富就像是那个初出茅庐、一无所有，却渴望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里闯出一片天地的年轻的自己。我在这里度过了3种截然不同的人生，但是在这里不必遵守交通规则，不用996，没有必须回的消息，也不用在周末加班，也不必向现实低头。从1997年到2025年
GTA 变了，画面更清晰了，城市更大了，我们也变了，屏幕前的少年变成了为生活奔波的大人。感谢阿星创造了一个这样的世界，让我能体验到不同的人生。我们 GTA 6再见。视频制作不易，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，不妨给个3连支持一下。我是当机君，我们下期再见。